Hello，大家好，这里是 Miri。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一款 PRE 的加密游戏，它是一款卡牌类角色扮演类游戏，名字叫做 Mutera，位于 HIVE 区块链上。我们的频道还没有过这样的加密游戏，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游戏的功能，对其分析。Mutera 是为了彻底改变区块链的游戏体验。加入 Mutera 可以探索他们的世界，完成任务，与 NPC 互动、收集和制作装备、战斗和驯服怪兽等等。这种令人兴奋的体验会让我们想要更多。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游戏的历史。地球的内部辐射导致地球上的生物激增，不是人类，是植物和动物。生物群系变了，气候变了，动物变了。人类不断死亡，但是自然却不断的繁荣。动物更快地适应辐射，并与一种或者另一种元素相关联。所有人类引以自豪的先进技术，都因为辐射的尖峰而变得毫无用处。当这些变异的动物开始在世界上入侵时，人类变得无能为力。随着人类即将灭绝，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驯服这些变异的动物，并且用它们来保卫自己和战斗，从而开始了驯兽师的时代。Mutera 是一款收藏卡牌游戏、交易卡牌游戏、角色扮演游戏，可以在 HIVE 区块链上玩。这个游戏基于游戏赚钱模式，玩家收集原材料，与变异的怪物和其他玩家战斗，以继续的游戏赚钱。游戏的条款和游戏玩法，我们会介绍一下游戏中的角色。第一个是 Muti， 他们是 Mutera 的变异动物，玩家可以驯服他们或者杀死他们以获得物品。如果被驯服，变种人就可以用他们来与其他的变种人战斗。突变大致分为6种元素：植物、岩石、火、空气、闪电和水。稀有度有6种：常见、不常见、稀有、史诗、传奇和神话。它们还有2种不同的属性：黄金和普通。黄金的 Muti 比普通的 Muti 强一些。每个 Muti 都与一个或者多个元素相关联，所有的这些都有男性和女性。男性和女性的版本可以用于繁殖。将有5种不同大小的 Muti：非常小、小、中、大和非常大。驯兽师，驯兽师是用户在游戏中的化身，一个用户可以与多个驯兽师一起玩。驯兽师有5种稀有性：普通、罕见、稀有、史诗和传奇。它们都有不同的承载能力，这决定了它们在旅途中可以携带多少的原材料。它们的耐力也会随着它们的稀有性变化，与特定的驯兽师一起玩的次数越多，耐力就越低。驯兽师的等级决定了他们可以拥有什么等级的 Muti， 可以通过游戏中的各种方式升级驯兽师。笼子是游戏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没有它们，玩家将无法驯服或者捕获 Muti。笼子有5种不同的尺寸：非常小、小、中、大、非常大。它们也有相对应的6种类型来捕捉6种不同的元素。它们还有6种稀有度：普通、罕见、稀有、史诗、传奇和神话。随着笼子的大小和稀有度的增加，制作它们所需的原材料的数量也会增加。箱子减少了研磨原材料所需要花的时间，因为它们包含可以从游戏中收集的所有原材料。箱子是在 Mutera 的安曼达地区发现的原材料容器。驯兽师许可证，没有驯兽师的许可证，玩家无法从游戏中赚钱，因为它们是 Mutera 的重要组成部分。驯兽师许可证是一种 NFT， 它将解锁 Mutera 的所有功能。一个驯兽师许可证的 NFT 只能给一个驯兽师，一旦被给予， NFT 将被销毁，驯兽师将解锁游戏的所有功能。驯兽师许可证将显示在账户的名称上，他们可以像任何其他 NFT 一样购买、出售或者转让。我们可以在没有驯兽师许可证的情况下玩游戏，但是我们将不能离开主关卡，也不能从游戏中赚钱。
如果一个玩家有多个驯兽师，如果他们想激活他们将需要多个许可证，转移许可证是不可能的。NPC 会提供很多关于游戏玩法的信息，他们还负责发出不同的任务，帮助玩家在 Mutera 中取得进步。与他们交谈并且完成他们提供的支线任务，可以获得奖励和经验值。原料，在玩游戏时，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可以收集的物品，它们可以分为3类：矿物、植物和 Muti 的掉落品。这些原材料具有不同的稀有性和遇到的概率，而且有2个主要的用途，它们可以用于制作 Muti 的笼子、设备、药水、次要物品、配件、包等，以帮助我们在游戏中取得进展。它们可以被卖给店主，以获得 Muts， 整个游戏的唯一代币。Mutera 的第一个区域就是安曼达，有20多种矿物、20多种植物和70多种 Muti 的掉落品。制作收集的原材料可以用于制作各种物品，有些是消耗品，有些是状态的增益，有些可以增加我们的承载能力。可以制作的物品主要有3种类型。Muti 的装备，这个项目可以增加我们的 Muti 的各种统计数据。药水，有多种药水可以暂时提高我们的再生能力，或者增加我们的运气，或者立即增加我们的健康和耐力。随身物品，这些物品可以增加变种人和驯兽师的携带能力，反过来有助于更快的收集原材料。任务可以分为3大类：全球任务、故事任务、每日任务。全局任务决定了整个游戏的走向，当大多数的玩家完成这种任务之后，他们的决定可以影响游戏的设计。故事任务围绕着 NPC 和他们的生活展开，一旦玩家开始帮助 NPC 就会给予奖励。日常任务由总部分配，玩家完成任务可以获得 Muts 和其他的奖励。代币分配，接下来我们会谈一谈 Mutera 的代币，还有它们不同的分发方式。变体 Muts 是 Mutera 的唯一代币，我们将能够在某个时间点使用它，购买与 Mutera 相关的任何东西。它也将充当治理代币，他们的目标是创造对 Mut 的高需求。它将用于投票权， Mut 将用于一切。他们不打算引入任何其他的代币。空投 Muts 将根据玩家 HIV 钱包中持有的 Mutera 资产的数量和类型空投给玩家。空投将在未来5年的时间里每天都有。空投将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023年1月15日下午2点开始。分配给不同资产的 Mut 空投是这样的：质押奖励，质押 Mut 将在5年的时间里以贬值的方式给予 Mut 作为奖励。第1年的空投旨在为他们的早期支持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获得的质押奖励将自动的质押到我们的账户中。质押奖励将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每天下午3点分发。质押 Mut 也将锁定我们的 Mut 代币4周。质押的 Mut 也决定了玩家的投票权。取消质押过程需要4周才能完全的取消质押，也就是说每周我们将获得未质押总额的 25%。 流动性提供者计划，最初他们的计划仅从 Swap HIV Mut 池开始，他们可能会奖励为这个池提供流动性的玩家。Mut 的 LP 奖励将自动的存入提供流动性的账户。流动资金池的创造日期和 LP 奖励的分配将予以公布。从池中取出 Muts 将没有等待期，不像抵押的 Muts 需要4周才能取消。我们可以获得掉期期间收取的一定比例的费用。团队资金，众所周知，每家公司都需要资金来运营和管理许多其他事情。分配给团队的 Muts 将始终保持流动性。Muts支付给团队的费用将在第1年后进行审查，而且可能会接受 DOO 的投票。团队的 Muts 将用于以下的用途：如果出现流动性紧缩，可以加以管理，为了不同的资金池提供流动性；投资游戏的基础设施，支付团队成员，推广游戏，
加入新玩家、发放奖励、处理一些特殊的需求。DAO 资金，他们计划建立 DAO， 并且为其分配资金。首要的任务是决定将多少的 MOOTS 分配给 DAO， 并且对这个决定进行投票。玩家抵押的 MOOTS 越多，玩家的投票权就越大。玩家将能够对许多的提案进行投票，这些提案不仅会指导游戏的整体发展，还会指导不同的游戏内活动。顶级的 MOOTS 质押者将获得特殊的津贴，并且将拥有理事会成员的头衔。游戏赚取奖励。 Mootera 有2个 Play to Earn 模式， PVP 和 PVE。PVE 奖励将玩家在玩游戏时收集的原材料卖给 NPC， 可以让他们获得 MOOTS。 燃烧玩家使用游戏内物品铸造的 NFT 也会产生 MOOTS。 在野外杀死变种人也会根据公式获得 MOOTS。 玩家对战奖励，这些奖励是测试版的一部分，有各种各样的。他们还添加了一项条款，以满足不可预见的 MOOTS 需求，可能会包括 DAO 或者公司提议的任何未来的奖励、前所未有的 MOOTS 要求。 DAO 决定通过各种流发布更多的 MOOTS。 伙伴关系，将 MOOTS 注入系统的所有途径有空投，在我们的账户中拥有任何 Mootera 的资产，我们每天都会获得新的 MOOTS。 质押 MOOTS 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 MOOTS。 NFT 销毁， Mootera 的每一个 NFT 都有一个销毁值，这就意味着一旦我们销毁了那个 NFT， 我们就会收到与销毁值相等的 MOOTS。 战斗，通过玩游戏杀死变种人可以获得 MOOTS。 原材料，我们可以通过玩游戏收集3种原材料，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它们来获得 NFT， 或者出售它们以获得 NFT。 除了上面提到的可以通过玩游戏找到的方法之外，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赚取 MOOTS。 代币的用途包括交换代币以使用服务或者获取产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MOOTS 一直留在系统中。MOOTI 的升级，要升级 MOOTI 我们需要用 MOOTS。 税收，这些可以由理事会成员，也就是说顶级 MOOTS 的利益相关者在各种事情上实施。医院，我们的健康和耐力值正在下降的话，我们只需要支付 MOOTS 就可以让我们的 MOOTI 得到治疗。制作和铸造 NFT， 要制作任何设备，我们需要原材料。购买原材料，有时候很难从野外获得某种原材料，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可以使用 MOOTS 从店主那里购买。购买食谱，有食物、药水和许多可以创造奇迹的特殊物品。信息，可以了解各种信息，有时候非常重要，会让我们比其他人更有优势。旅行，我们付钱去任何地方去旅行。赌博，还有保镖。与野生变种人战斗非常危险，我们可能会受重伤，并且失去所有的财物，所以当我们遇到危险时，我们可以雇人来保护我们。训练 MOOTI， 当我们的 MOOTI 升级时，他们将能够学习新的能力，但是我们需要向培训师支付 MOOTS。 我们可以尝试教我们的 MOOTI 新的技巧，但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值得注意的结果。交易所上市，交易 MOOTS 以获得其他代币也是一个很大的用途。可以有无数种方法为 MOOTS 创造用途，我们的想象力是唯一的限制。最好的部分是在 DAO 可以有很大的发言权。销毁实体副本，我们可以支付 MOOTS 以获得所有 Mootera NFT 的实体副本。燃烧 NFT， 箱子的出售，用于购买箱子的 MOOTS 会被烧毁。驯兽师许可证销售，当我们使用 MOOTS 购买驯兽师许可证时，它会被销毁。任何未来的销售，也就是说任何以 MOOTS 为支付方式的销售都将被销毁。装饰品，我们可以更改名称、头像、外观、颜色等等，以及定制我们的驯兽师、MOOTI 或者装备。这些用于支付的 MOOTS 也会被烧毁。DAO 基金，我们的社区也可以决定如何处理 DAO 资金，这也开启了销毁基金中的 MOOTI 的可能性，这是由 DAO 决定的。
智力，质押 Moot 代表玩家的投票权，投票权越大，玩家在 Mootera 的决策中就越有发言权。玩家将能够决定游戏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和事件，并且通过他们的决定，他们将能够指导 Mootera 的发展。基于稀有度的 Mooty 的掉落品的掉落率有：常见是 10%， 不常见是 8%， 稀有是 6%， 史诗是 4%， 传奇是 2%， 神话是 1%。按照稀有度，所有物品，包括不管是什么大小的Mooty的掉落品，还是矿物质，还是植物，它们遇见的概率都是 3%、7%、12%、18%、25%、35%。幸运符可以增加掉落机会，使用香水可以在接下来的40耐力值之内遇到物品的机会增加。幸运药水可以增加 1% 的掉落几率，并且可以叠加。烧毁Mooty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的Mooty的百分比有：野生、普通是 50%， 黄金是 80%， 那限量的普通是 90%， 限量的黄金是 100%。那我们烧毁 NFT 或者装备或者笼子之后，可以获得百分比是：常见是 50%， 不常见是 60%， 稀有是 70%， 史诗是 80%， 传奇是 90%， 神话是 100%。免费，除少数功能之外，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提供给玩家在游戏阿尔法区域的前几张地图使用。免费游戏元素是游戏的必要功能，因为玩家随后可以尝试游戏，并且亲眼看到因为没有购买驯兽师许可证而错过的东西。Mootera 从安达曼群岛开始，这个岛位于印度洋。那如何开始游戏呢？新玩家可以免费的试玩游戏，但是要解锁游戏的所有功能，并且开始赚钱，玩家必须购买驯兽师的许可证。购买之后，玩家可以使用他们的许可证激活普通的驯兽师，然后开始玩游戏并且赚钱。那为什么要玩 Mootera 呢？RPG 和纸牌游戏的结合使其成为一款独特的游戏，玩家可以探索不断扩展的世界，并且有机会随时随地的遇到神秘资产。我们可以成为商人、冒险家、工会会长等等，尝试成为 Mootera 最伟大的驯兽师。稀缺资源的游戏打开了赚取大量利润的空间，我们从游戏中获得的一切都具有货币的价值。我们在游戏中花费的时间会转换为加密货币。早期的投资者获益最大，所有的促销活动都将有限量版的 NFT， 这些 NFT 将在未来的几天内售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传统游戏和区块链游戏。传统游戏，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账户或者资产，账户会被禁止。大多数的游戏不允许我们出售或者购买账户，除非我们是专业玩家或者在直播中拥有大量的粉丝，否则我们没办法赚钱。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没有任何的金钱收益，也没有任何的被动或者主动的收入。Mootera 里面，我们可以控制一切，不仅是我们的账户，还可以控制游戏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买卖我们在市场上拥有的所有游戏资产，我们可以主动或者被动地赚取大量的收入。我们不需要投资大量的钱来赚钱。在区块链游戏里，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账户和资产，我们可以买卖我们的资产，我们也可以主动或者被动地玩游戏来赚钱。除非我们在游戏中投入大量资金，否则我们没办法赚到很多钱。他们设计师这个游戏确实很有意思。我们2D 游戏或者 PRE 游戏的粉丝可以在视频下方描述中的链接中得到所有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写下对这个项目的看法。订阅我们的频道，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推特和 Telegram。这次的视频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